水灾的神话传说下，玛雅神话中的洪水，创造与毁灭的循环。玛雅文明是古代美洲最重要的文明之一，其丰富的神话和传说揭示了玛雅人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的深刻理解。在这些神话中，洪水故事扮演了重要角色，反映了创造与毁灭的主题。玛雅神话中的洪水故事主要记载在波波尔沃 Popova 中，这是一部记录几千玛雅人创世神话和历史的圣书。波波尔沃是几千玛雅人的神圣经典，记载了世界的创造、人类的起源、神灵的事迹以及玛雅人的历史。这部经典通过口耳相传，最终在16世纪被记录下来，成为了解玛雅文明的重要资料。洪水的故事在这部经典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揭示了玛雅人对自然灾害和神灵力量的看法。根据波波尔沃，洪水的故事发生在神灵创造人类的过程中。最初，神灵尝试用泥土创造人类，但这些泥土人类不坚固，很快就被水融化和毁坏。接着，神灵又尝试用木头创造人类，这些木头人类能够行走和说话，但没有灵魂和智慧，无法敬拜神灵，缺乏人类应有的感情和认知能力。神灵对木头人类的表现感到失望，决定毁灭这些不完美的创造物。为此，他们降下洪水，将木头人类全部淹没。这场洪水极为猛烈，不仅毁灭了木头人类，还摧毁了他们所居住的世界。洪水过后，世界变得荒芜，为下一次创造做好了准备。在玛雅神话中，洪水的象征意义深远。首先，洪水代表了毁灭与重生的过程。玛雅人相信，世界和人类经历过多次创造和毁灭的循环，每一次的毁灭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加完美的创造铺路。这种观念反映了玛雅人对宇宙不断变化和更新的理解。其次，洪水象征着神灵的力量和智慧。神灵通过洪水展示了他们的绝对权威和控制力，表明人类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神灵手中。这也提醒人们要敬畏和尊重神灵，遵循他们的教导和规范，否则将面临毁灭的惩罚。洪水过后，神灵开始了第3次创造。这一次，他们用玉米创造了人类。这些玉米人类具有灵魂、智慧和感情，能够敬拜神灵，履行他们在世上的使命。玉米在玛雅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被视为生命的象征。这次创造的成功标志着人类最终找到了与神灵和谐共处的方式。玉米人类的创造也反映了玛雅人对农业的重视。作为农业社会，玉米是玛雅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粮食和文化象征。通过将人类与玉米联系起来，神话强调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表达了对农业丰收的期望和感恩之情。玛雅神话中的洪水故事，不仅在玛雅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还对中美洲地区的其他文明产生了影响。类似的洪水传说也出现在阿兹特克和其他中美洲文明的神话中，这表明这些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厚的交流和共鸣。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洪水的故事启发了许多创作。玛雅的壁画、雕刻和陶器中常见洪水和创造的图像。这些艺术作品展示了玛雅人对神话的敬畏和理解。现代学者通过研究这些文物，得以更深入地了解玛雅文明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在当代，玛雅神话中的洪水故事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提醒我们自然灾害的威胁，
以及人类在面对这些灾难时的脆弱和坚韧。这个故事也强调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呼吁人们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此外，玛雅洪水神话中的创造与毁灭循环，与现代科学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研究有着惊人的契合。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历史和考古证据，发现古代文明在应对气候变迁和自然灾害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这些经验对今天的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玛雅神话中的洪水故事是一个关于创造、毁灭和重生的经典传说，它通过神灵的创造和毁灭，展示了玛雅人对宇宙和生命的深刻理解。这个故事不仅在玛雅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还对中美洲地区的其他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玛雅洪水神话将继续启迪和激励后世，提醒我们在面对自然灾害和环境挑战时，保持敬畏、智慧和希望。日本神话中的天之穹毛，创造与秩序的象征。在日本神话中，天之穹毛 Im no Nuhako 是创世神伊邪那岐 Izanagi 和伊邪那美 Izanami 用来搅动原始海洋，创造大地的神锚。相传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用天之穹毛从高天原 Takamagahara 搅动海洋，滴下的盐水形成了日本列岛。然而由于神灵的失误，海水漫溢成灾，洪水淹没了大地。这个传说既解释了日本列岛的起源，也反映了对洪水的恐惧。天之穹毛 Amano Nuboko 是日本神话中的一件神圣神器，它在创世神话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象征住创造和秩序的力量。这件神器的故事主要记载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古代文献中，展示了日本古代神话对宇宙起源和秩序的深刻理解。天之穹毛是由天照大神 Amaterasu 所拥有的神器之一。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它是由天界神祇所制作的。天之穹毛是一根神圣的长矛，矛身由金属制成，矛头上装饰住闪闪发光的宝石，它被赋予了强大的神力，象征住创造和统治的力量。在日本神话中，天之穹毛的主要功能是创造和分隔天与地，它的故事与日本神话的创世过程密切相关，反映了古代日本对宇宙秩序的认识和对神圣力量的崇拜。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天地未分之时，宇宙混沌，神明们在空中漂浮。为了创造一个有序的世界，天照大神和其他神明决定采取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天之穹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之穹毛被插入原始的混沌之中，当它被拔出时，从毛间流出的液体凝结成了最早的土地。这片土地被称为淡路岛 Awajishima， 这是日本列岛的第一块土地，标志住天地的分隔和世界的开始。这一创造行为象征住从混沌中建立秩序，也显示了天之穹毛作为创造和分隔力量的神圣角色。天之穹毛在日本神话中不仅是创造的工具，也是一种秩序和统治的象征。它的存在表明了神明对宇宙秩序的掌控，以及对天地的统治权。天之穹毛的插入和拔出行为，代表着从混沌中创造秩序，并且展示了神明在创造过程中的权威和能力。此外，天之穹毛还代表着神圣的权利和神圣的职责。作为一件神器，它被视为神明的象征，拥有强大的神力和神圣的使命。它的存在强调了神明在维护宇宙秩序中的角色，
并提醒人们尊重和崇拜神灵。天之穹毛的故事在古代日本的文化和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神话中的一部分，也影响了日本的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许多古代神社和寺庙中都会供奉天之穹毛或其象征物，表达对神明的敬仰和对秩序的尊重。在历史上，天之穹毛的形象已出现在各种文物和艺术作品中，如雕刻、绘画和工艺品等。这些艺术作品展示了天之穹毛的神圣和尊贵，并反映了日本人对神话和历史的重视。在当代，日本对天之穹毛的崇敬依然存在，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神话象征，提醒人们尊重自然秩序，并理解宇宙的运行规律。天之穹毛的故事也成为日本文化和传统的一部分，对现代日本人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精神价值。在现代社会，天之穹毛的形象被用于许多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如节庆、祭典和文化庆典等。它不仅是日本神话的象征，也代表着古老智慧和文化遗产的延续。天之穹毛是日本神话中的一件神圣神器，代表住创造和秩序的力量。它的故事展示了古代日本人对宇宙秩序和神圣力量的理解，并成为日本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神话中的创造行为和神圣象征，天之穹毛提醒人们尊重自然和神灵，维护宇宙秩序。作为日本文化的瑰宝，天之穹毛将继续在当代社会中发挥其文化和精神价值。希腊神话，德欧卡利恩与皮拉，大洪水中的希望。在希腊神话中，德欧卡利恩与皮拉的故事是一个充满了悲剧与希望的传说。这对夫妻在众神之王宙斯降下大洪水淹没世界时，凭藉住智慧和神的旨意，成为新人类的始祖。相传，在遥远的过去，人类的罪恶深重，他们对神明不敬，行为放荡。宙斯见状，对人类的堕落感到愤怒，决定用一场大洪水来清洗这个罪恶的世界。在灾难降临之前，智慧之神普罗米修斯预见到了这场浩劫，他告诫自己的儿子德欧卡利恩，并嘱咐他建造一艘大船，以躲避即将到来的洪水。德欧卡利恩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并将妻子皮拉也带上了船。当洪水退去，大地重现生机时，德欧卡利恩和皮拉发现周围一片荒芜，除了他们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生灵。他们感到非常孤独，不知道如何重建家园。就在他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宙斯派使者前来告诉他们，人类的罪孽已经得到惩罚，现在是时候重建世界了。宙斯命令他们将一块块石头抛向自己的肩后，这些石头将会变成新的男女，成为新一代的人类。德欧卡利恩和皮拉按照宙斯的旨意，将石头抛向后方。那些石头神奇地变成了新的男女，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形成了新的部落。德欧卡利恩和皮拉成为了这些人的领袖，他们教导人们如何耕种、狩猎，如何建立社会秩序。德欧卡利恩与皮拉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毁灭与重生、罪与罚、希望与信仰的神话。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片段，更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记忆。它提醒我们，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在经历了无数的灾难和重生之后，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大洪水神话的共通性，毁灭与重生。大洪水往往被视为一种毁灭性的力量，但同时也代表住一种重生的契机，
通过大洪水，世界得以更新，人类得以重新开始。警示作用：大洪水神话常常被用来告诫人们敬畏自然，遵守道德规范，否则就会遭到惩罚。英雄形象：在这些神话中，往往会出现一位英雄人物，他们通过智慧和勇气，拯救了人类，成为了新的领袖。大洪水神话的科学解释：冰河时期，有科学家认为，大洪水神话可能源于史前时期的冰河时期，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了沿海地区。人们将这种自然灾害神话形成了大洪水的神话。地质灾害：地震、火山喷发等地质灾害也可能引发大洪水，并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大洪水神话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简单的自然灾害描述，它反映了人类对生存、死亡、道德和信仰的思考，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神话传说不仅反映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灾害的理解和解释，也揭示了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时的无助与渴望控制的心理。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如何应对和理解洪水这一自然灾害，同时也体会到人类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所表现出的勇气、智慧和希望。